杀手执行任务时，镜头却被美女挡住。训练有素的他连忙将瞄准镜移到目标身上，可男人的本能让他又忍不住偷瞄了一眼。杀手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，于是他赶紧稳定心神，然后看向手表，心率65，这正是他状态最好的时候。马特握紧枪支，集中注意力，准备一击毙命，因为在此之前他从未失手。随着富豪再次出现在视野，马特果断扣下扳机，但关键时刻美女却突然移动身体，正好接住子弹。马特赶紧上膛，想要再补一枪，可保镖已经发现他的射击点，并迅速拉上窗帘。最佳狙击通常只有一次机会，马特利索地收了枪，还捡走地上的垃圾，戴上提前准备好的头盔遮挡面部，用手机解锁楼下的电动摩托，伪装成路人，在逃跑的途中将消音器扔进下水道，经过一辆垃圾车时把作案工具直接丢到里面，来到大桥边改为步行，利索地把头盔扔进了湖里。终于来到提前订好的小旅馆，马特脱掉所有衣物，并将身体各个部位清洗干净，因为开枪会留下硝烟反应，他必须得把胡子都一并刮掉。临走前洒下香水掩盖现场的气味，然后马不停蹄地打了一辆出租车前往机场，确认一路上没有人跟踪，马特才将防身用的手枪扔进了垃圾桶。做了20年杀手的他从未被抓到过的原因，正是因为他能将每个细节都做到最极致。本以为马上就能逃脱，却发现警方的警犬似乎注意到了自己，意识到不对劲的他连忙转头前往卫生间，疯狂地用清洁剂再次清洗身体，甚至丢掉了可能沾有硝烟的手环。终于成功通过了安检。兄弟们出门游玩过安检是不是也有必备的装备啊？七夕来了送男友礼物，去哪个平台才更靠谱省钱？先上识货 APP 直接替你找全网正品渠道底价，像飞科剃须刀、美的吹风机、Zippo 打火机品牌热款实时对比全网店铺价格趋势，趁着底价才几十块入手多省钱。平台还送专属补贴，可比店铺底价到手更便宜。关键这些店必须经平台定期严格质检筛选才能收录，标识安心购的还提供假一赔3和7天无理由服务。这里送的省钱、安心又有面子，更多送礼好物底价进评论区，新人再送现金还能抵扣。他给上司打去电话汇报了任务情况，对方非常惊讶，这是20年来马特第一次失手，但是到如今也只能先回到家里等待新的指令。打完电话，马特拔掉电话卡，踩碎手机，一个手机只打一次电话是他的行动准则。等上了飞机，马特仍然没有放松警惕，他仔细观察四周，一个戴着墨镜的男人看自己的时间异常的超过了3秒，此后他便不断注意这个人的行踪，看见对方总是在自己的周围出现，马特还是不放心的取消了下一趟转机的航班，转而入住了当地的酒店。在服务员送来餐食前，他透过猫眼仔细观察，确认没有其他人后，便让他将餐桌放在前面。马特绝不会以背身面对任何人。等服务员离开房间后，他立刻将门上锁，锁点的食物他也一口不吃，只是取了餐桌的水杯和锅盖，将水杯放置在门把手上，锅盖放在地上。一旦有人想要进门，他可以第一时间做出反应。他将小刀放在桌子边防身，坐在沙发上度过了一晚，确认了100%的安全。马特终于坐上了回家的飞机。等到了目的地，他一路驾驶汽车朝着郊外的别墅开去，一路上不忘注意过往的车辆，直到快到家门前才摘下墨镜。但下车前他忽然意识到了一丝不对劲，家门口竟然出现了几个男人脚印和一些烟头。家里的妻子从不抽烟，很显然这是有人在自家门口踩点留下的痕迹。马特带着武器以最快的步伐赶到了家里，但奇怪的是，明明房间放着音乐，里面却空无一人。看见翻倒的菜刀和血迹，马特意识到大事不妙，他连忙给妻子打去电话，却被告知他已经进了重症监护室。弟弟告诉他，当时家里闯进来的一男一女，看他们的样子并不是来抢劫的。姐姐在和男人殊死搏斗后躲进树林才逃过一劫。事后那2个人竟然淡定地坐着出租车离开了这里。听到这里，马特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怒火，他必须用尽所有的杀手本领找出那可恶的真凶。男人挖开自家后院，从里面找到了一个保险柜，他用指纹成功解锁之后，里面竟然藏着10几种不同的枪支。为了寻找残害自己妻子的杀手，马特开始满大街的仔细观察每一辆出租车，因为当时那2个家伙就是打车来的。忽然头顶划过一辆飞机，马特意识到那2名杀手是乘坐飞机而来，所以只需要计算从机场开到家的时间，然后再找到案发当天有相同时长行车记录的出租车，就能找到当时的司机。他来到出租车总公司，敲响房门，表示自己有东西落在了里面。等老板去开门的同时，戴上零元购头套，直接用手枪挟持对方进入了内部。他仔细查阅3天前所有出租车的行程记录，发现一辆车在机场接到客人后开了100分钟，这恰好是前往自家别墅所用的时间。仔细翻看花名册，记住了司机的信息，马特将现场弄得一团糟，以此来混淆警方的视线。第2天，他预约了司机的车子，开出一段路后组装好手枪对准了他的脑袋。司机还以为是抢劫的，只好交出自己的钱包。但马特只是想打听3天前司机在机场接到人的样貌，他紧张地表示那是一男一女，男的看起来很壮硕，女的染了一头白发，看过去就挺有钱的。他们在机场打上自己的车之后，去了一个郊外的别墅。之后男人就一瘸一拐地出来，要求带他们回机场。看样子他的右脚像是受伤了。得到司机所说的所有信息，马特还是一枪将他解决。作为一名专业的杀手，他没法确认司机和对方的关系，因此他必须杜绝一切可能性的发生。虽然不知道那2个神秘人到底是什么身份，但马特知道有个人一定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他决定去往新奥尔良面前给自己派发任务的老板。当年是他劝说自己放弃学习法律，
转而学习了如何逃脱法律，最终成为一名职业杀手。可老板所在的大楼戒备森严，他必须提前做好伪装。马特乔装成了一名环卫工人，静静地等候在大楼门口。等到一辆快递车来到这里，马特赶紧推着垃圾车跟了上去，因为他在2天前从家乡往老板的地址寄送了一封信件，而今天正巧是快递员派送的时间。趁着老板给快递员打开了门，马特推着垃圾车假装没手按密码，顺便混了进来。等到快递员进去送信的功夫，他就开始在心里默数5秒、6秒、7秒。自动防盗门关闭的时间是8秒。看到快递员要出来，马特假装喝水做掩护。等快递员进入电梯后，用脚抵住门的边沿，带上工具，小心翼翼地成功进入了老板办公室。老板看到他之后大吃一惊，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能让一名专业杀手冒如此大的风险。马特一言不发，只是用绳子绑住了2人，然后开始逼问老板那2名来到家里的杀手是谁派的。老板听到后一脸懵圈，他喋喋不休地表示自己对此并不知情。老板被吓了一跳，他希望马特可以相信自己。虽然双方已经20年没有见过面，但毕竟这期间一直是他在给马特派发单子，而他赚到的钱也早已足够他开启一段全新的生活。马特听完后，直接将钉子打进了他的胸口，并告诉他，一个80公斤左右的中年人将有6到7分钟的时间还能活命，这将是他交代自己知道情报的最后黄金时间。可出乎马特意料的是，老板由于平时抽烟不到半分钟就断了气，看来这里的线索断了。他准备一并解决掉秘书，结果他连忙表示自己知道那2个杀手的信息，作为交换，只希望马特可以放过自己一命。他点头同意，随后干净利落地清理了办公室，将老板的尸体放进了垃圾箱，准备运送出去。进入电梯后，2个路人看见他们怪异的表情，于是便开了个玩笑缓解一下气氛。2人辗转来到了秘书的家中，他拿出一本册子，里面是这些年来所有杀人订单客户的信息，找到马特失手的那个订单，经过3重解密，再翻出另外一张纸，背后正写着客户和那2名杀手的信息，终于得到了关键线索。马特即将展开他的复仇计划。男人在超市买了一大堆的狗粮，然后在里面悄悄加了一些镇定剂。等到夜深人静，他来到仇人家的门口，将掺了药的狗粮扔进了他们家的后院。这种体型在20多斤的比特犬吃上2块就可以彻底睡着。等待片刻，没有了狗叫声，马特正式开始了行动。他静悄悄地走进了仇人的住宅，看了一眼熟睡中的猎犬，然后拿着手枪潜伏到了对方的屋里。听见厕所传来的洗澡水声，马特一步步朝着那里靠近，但奇怪的是，浴室里面并没有人。再继续深入，原来大块头早已发现了马特的行踪。由于体型上的劣势加上被偷袭，马特一时间被对方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好不容易挣脱拿起花瓶反击，才勉强和对方打了个5-5开。殊不知大块头江湖人称魔鬼筋肉人，几个回合下来像是只掉了层皮。他从柜子里拿出手枪对马特展开射击，马特连忙躲进了他的房间隐藏踪迹。既然柜子里能有枪，那么他的卧室里一定藏了武器。搜索了半天，在大块头的床底发现了一把手枪。关键时刻，马特朝着门外射出子弹，成功反杀了大块头。此时被惊醒的猎犬朝着马特疯了一样的跑来，他拼了命的逃跑，躲到了铁门之外。随后点燃一个提前准备好的燃烧瓶，一把大火烧掉了仇人的家。干掉第1个仇人，马特在飞机上睡了一个美觉，但很快他就来到了第2个仇人的所在地。他将车子停在路边仔细观察，一个白头发女人的出现引起了他的注意。马特连忙吹了一口雾气在车窗上，只露出眼睛观察对方的样貌。女人的样子和司机当时描述的几乎相同。终于锁定了目标，马特开着车子不紧不慢地跟着对方一并前行。来到一个红灯路口，他意识到机会来了，将车子慢慢地开到左边，和女人的车子并排，只要在这里射出子弹，就能快速解决战斗。但细心的马特听见周围响过警笛声，这样的情况逃脱将会变得非常困难。顶级的杀手最需要的是耐心，他继续跟随，等待下一个动手的机会。女人进了一家高级餐厅，马特也一路跟了进去。上一秒他刚和服务员谈笑风生，下一秒马特就忽然出现，摸走了他包里的手枪，反过来对准了他。这样手法一定是专业的杀手。女人知道自己死期将至，却非常淡定。马特询问那天别墅的事情，女人表示自己也是一名杀手，她收到的指令只有干掉马特，对马特的妻子动手完全是大块头的意思。严谨的他从来不会节外生枝，收一份钱就只干一份事。听到女人的言语，马特产生了一丝动摇，他威胁女人到了餐厅外没人的角落。女人坦然地说自己会面对死亡的到来，突然脚下一滑摔了一跤，转头说马特这都不拉一下也太不绅士了。听完马特直接给了他一枪，果然他的另外一只手上正藏着一把小刀，解决了2个杀手。马特将要乘坐飞机去寻找最后一个目标。身价100亿的富豪往往很难隐藏自己的身份，马特很容易就找到了他的公司。可同时令人头疼的是，他会随身携带保镖。为了找寻机会，马特悄悄潜入富豪的车库，没想到里面的铁门竟然是用的电子锁。这种锁看似高级，却有着非常致命的漏洞，只要有电子钥匙复制器，就可以轻松拷贝他的钥匙。经过几天的观察，马特发现富豪每天都会去一家高级健身房，想要成为他的会员，需要至少拥有1000万的资产。马特干了20年杀手，显然已经有了这笔积蓄，成功注册了
了会员。马特淡定地走进了里面，顺走了保安的万能钥匙。在更衣室里，他耐心地等待，等富豪将衣物放到保险柜后，第一时间将其打开，拿走了富豪的房卡，然后用网购的电子钥匙复制器成功复制了一个被子，将一切回归原位。马特抢在富豪回家之前，提早进入了他的豪宅。等到夜晚，富豪正准备喝一瓶红酒，却发现家里竟然有个持枪的男人。他请求马特不要冲动，不管他要多少钱，自己都能给得出。马特说明了这次的来意，富豪听到后瞬间恍然大悟，这一切是怎么回事？原来他当时给马特的老板下了一笔订单，没想到执行任务的杀手竟然失手。富豪害怕自己的行为败露，老板便给他提了个主意，只要再支付150万美元，就可以清理掉这件事的所有知情人。富豪心想着150万也不是很贵，就立马转了过去，于是便有了老板派出2名杀手前去清理马特的事。他的妻子纯粹是属于误伤。听到这，马特终于明白了一切的来龙去脉，他放过了无辜的富豪，同时警告他，如果想要追踪自己，那他将会有180种方法置他于死地。马特回到了家中，端着咖啡来到妻子身边，他明白了杀手这个行业存在的只有利益，看透一切的他最终金盆洗手退出了江湖。